欢迎收看频道 DH 娱乐新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沉香重华杨紫诚意红衣战损花絮陕西形态，多看几遍都不够。看了杨紫和诚意的沉香重花，终于知道为什么杨紫被归为小猴子了。刚开始看到两人身穿红衣和上衣的剧照，一脸的苦恼。然而，在看到他们俩的好东西都变成了红色之后，痛苦就变成了一个笑话。他们俩其实都太可乐了。据估计，在拍摄过程中，诚意还被杨紫逗偷笑。杨紫其实是整部剧的看点。在沉香如片中，她被严丹和应援君误会了。当这张红衣带着伤痕的照片出现时，我为他们感到沮丧。但当我看到他们拍摄的背景影片时，我忍不住窃笑。这个反转让我吃惊。杨紫为什么这么有趣？杨紫用踌躇不决的陕西话叫诚意姐弟，叫诚意的时候他都愣住了。的确，连他身边的工作人员都没有想到，杨紫的娱乐室竟然成为了如此强项。诚意同样是最了不起的前行者的冠军，问杨紫：“你是鸡蛋、鸭蛋还是鹅蛋？为什么我看他不那么有趣？”多么不可思议的收获！能力类似一，看到他们相亲相爱，连网友都忍不住发牢骚的冲动。我们在他们虐待的地方流着鼻涕和泪水，你在这里笑得那么开心。句号，这么好玩的东西，再看一遍剧中的有害搜索，我说不出来是不是忍不住又想哭了。沉香如片自传出以来，一直是整个组织的主旋律。目前最新的信息已经出现。是2022年暑期线上节目播出的老大，可以看出这档节目人山人海，还有杨紫和诚意的魅力，多么扎实。尽管如此，能有这样的结局，也离不开剧中艺人的辛苦工作，而且呈现得很好，所以结局也不会很糟糕。我相信杨紫和诚意可以为我们带来更多精彩的节目，让我们在未来观看。02，肖战又有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3位重要角色入围闪耀荣耀。8月过去了，9月正向我们走来。晚春游到此结束，肖战给我们提交了一份可口的暑期任务台球大片。看到肖战在泳池里秀出肌肉，看到他身上的理想线条，我完全不知道有多少网友依赖他。这也太棒了，穿得清瘦，脱光了，肉肉的。9月来了，肖战传来了振奋人心的消息，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9月1日，微博愿景大会权威微博发文表示，工会增量，星辰萌芽，闪耀荣耀3期角色求婚正式开启。此外，还发布了闪耀荣耀职位的入围可能性，称我们将推荐那些让你眼花缭乱的他，表明最后一个他有机会在断开的闪耀仪式上获得人群喜爱角色的殊荣。我们在星光熠熠中看到肖战入围男性角色，而且是多次。那是，据说肖战有一个人入围了这场闪闪发光的较量，特别是余生，请多指教中的顾为职业战士中的顾一夜和斗罗大陆中的唐三。能同时选择3个角色，不得不说肖战的实力确实很强。而像斗罗大陆已经开播12个多月，已经入围，谁不会说肖战在现实中是一部 carry 剧？令人兴奋的是，上述3部剧都不是最有效的入围微光荣耀的位置，但也入围了该剧，最终入围了微光荣耀的7月画作。3部作品，3个角色同时入围，可以说肖战简直太可取了。网友们也纷纷恭喜他，称肖战优秀，表示他的每一个角色都可以很传统。这也表明他无疑是一位具有非凡表演技巧的演员。尽管他并不总是专业人士，但他并不比其他人差。当然，他并不总是像这样最有效率，他同样因长相而受到称赞。许多狂热者都是他的长相狂热者，他经常出现在各种最大好看面孔的选择中。不管他穿什么类型的衣服，他都会显得很有气质，但那些人却无法认出他。9月1日，他的代言标志 NARS 更新了肖战的花絮，这次变成了粉红色的肖战。我注意到肖战在外面穿着一件酒红色的衬衫和一件鲜艳的粉红色外套，实在是太好看了。肖战穿上这件粉色的上衣也太好看了。
这只是一个花絮，它是一个360度的文评，好看，没有死气沉沉的结局。网友表示，通过肖战的方式，他们真的变好看了。还有一些网友称赞肖战代言人的度数过分感，这分明就是惊艳，就像艺术一样。不得不说，肖战其实是个多才多艺的人。不是最有效的是他长得好看，但他同样处于理想的状态。他是如此强大，难怪有这么多像他这样的狂热分子。我希望他能在命运中拍出更大的作品，为我们创造出更传统的角色。03沉香如碎屑和冰与渔火的最后仪式，目标市场的各种愿望和平台创新引起共鸣。浅尝辄止，输入量的维度，用这句话来解释大结局的最后一招就完美了。近日，优酷正式宣布将在热播剧《沉香如屑》和《冰与渔火》中发布压轴最后的仪式提供者。此前，腾讯梦花录首次开启压轴最后仪式，随后乐声沧海和青春派2也加入了最后仪式阵营。很多名剧和结构都选择了这种新颖的调度加价值交付的供应商模式，这证明客户和市场正在以更加理性的态度看待付费贡献者的多度供应商机器。唯一的动机是，由于集体取消高级待命，市场最终声音越来越大，目标市场的很大一部分倾向于为你想要的内容支付更高的费用，获得差异化和身临其境的观看体验。另一方面，这种直接进入决赛的形式，相比于上级的待播广播，优化了许多信息，这相当于目标市场、收藏的主要参与者和平台都有强度的相互作用，围绕着惊人的内容，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仪式主题。场地，这是12个月内对于长视频付费俱乐部机器的主要改进。收官之战代表着，在长视频平台及时响应目标市场呼声的同时，付费会所供应商机器也正在走向更加标准化，付费会所正在进入全新的2.0时代。压轴的最后仪式是通过目标市场的方式强制进行的常规创新。这种常识在优酷的名剧《沉香如屑》和《冰与渔火》中表现得非常明显。前者通过杨紫和程毅的方式出演，凭借其传统的 IP、恰当的主角、新颖的人物、糖果和无情的情节，以及引人注目的信息，通过目标市场的方式被珍视。另一个常规的圈外作品，后者是由陈晓、王一博等主演的电视剧集，由于剧本稳定，演技极好，打斗场面切合实际，禁毒剧《冰与烈火》各有超高人气和热度。它已经结束了这12个月的非凡夏季季节报告。现实主义题材的电视剧，除了高人气和美誉度，《沉香如碎屑》和《冰与渔火》还有一个共同特点：花式提醒。观众不再满足于正常的更新进度，希望能在剧中多加点，类似于不等《冰与烈火》更新，我真的会难过疯了。我不知道刷了多少次沉香，像面包屑一样。沉香崇华的官方博客很快就会添加。社交媒体的声音越来越大，因此优酷及时推出了压轴闭幕式，这是对观众心声的回应。消息一经正式公布，便得到了粉丝们的热烈响应。对于节目的粉丝来说，这和过年没什么两样，兴奋之情溢于言表。多看结局，吃完午饭回来就看到了惊喜。看直播，提前看结局。类似的逻辑也适用于另一部热门的优酷剧《我叫赵家迪》，因其节奏快、内容充足、酷劲十足，受到了观众的追捧，并在社交媒体上被弹幕或催促更新。为此，优酷及时调整了排期策略，创新推出了邀请好友先收看模式，满足观众的收视需求。付费会员的问题经常被外界误解，因为很多人在这里经常混淆这3个问题，以至于大家看不到这件事的本质。第一个问题是观众是否愿意为好的内容付费，这是付费会员问题的根源。只有观众接受并认可付费，才有可能谈论基于付费会员的系统服务。据中国消费报调查及相关报道，近60%的用户愿意为自己喜欢的 IP 内容衍生节目付费，超过70%的用户愿意接受付费直播大结局。中国标准化协会安全健康消费工作委员会的一项调查显示，大部分受访者接受付费视频服务。本次调查显示
国内观众普遍接受视频付费，而现在有爱腾芒会员总数超过3亿的事实，也是观众愿意为好内容付费的一个非常有力的证明。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观众是否愿意接受多元化的付费服务？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思考观众是否有多样化的需求。这个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这个世界从来就不是黑白的2元世界，而是黑灰白渐变层层叠加的世界。不得不承认，有些用户不愿意付费，宁愿看广告等剧。我们也必须承认，有些用户愿意付费成为 VIP 广告追逐者。我们需要承认，一些深钱用户愿意支付更多费用来解锁更多权利。沉香如粉、冰与渔火等剧集的观众都在疯狂催促更多更新，并积极参与到大结局的闭幕式中，可见相当一部分观众愿意接受多元化的付费服务。在内容方面，中国电视剧自1958年诞生以来，一直沿用 B 端商业模式，即制片方直接与电视台交易，电视台再向公众传播。一方面，该模型的上限有限，全国能买到新的好电视剧的电视台屈指可数，严重制约了电视剧产业的发展壮大。另一方面，受众和内容生产者隔了一层，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得到及时、真实的内容反馈，从内容制作到反馈的效率有待提高。付费会员的 To C 端可以解决这些问题，让内容直接面向消费者，让观众直接向制作者诉求，加速优质内容的生产。万家等优质剧集。在内容为王的时代背景下，优质内容的出现反哺了行业，带动了剧集产业规模的扩大，也让一大批内容制作企业受益。比如从本世纪初的0到现在的华策影视、慈文传媒、欢瑞世纪、明梦影视等数十家上市公司，产业规模扩大了数十家。4. 对于平台方而言， C 端会员付费体系的建立，有助于摆脱对广告收入的依赖流量模型思维，建立持久稳定的会员收入帐篷模型思维。多元化的服务可以带来增量营业收入，帮助平台提前实现盈利目标。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了解到受众对付费会员和多元化付费服务持积极态度，行业和平台也可以从多层次付费会员制度中受益。为什么还会有争议呢？我们的新闻部分文此结束，欢迎把你们的想法留在评论区，大家一起讨论一下。欢迎，也别忘了帮我点个赞加关注谢谢大家。